明年就21大了啊，为什么每个中国人这么热衷于预测新的7常委名单呢？当然了，节目最后我会告诉大家，中国含权量最高的10个岗位不只是7个，而一直是10个。他们都是谁呢？另外，有些人确实会入常，但也有些人依然住在中南海，拥有隐性权利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美西时间7月19号。今天周末给大家上一期猛料，就是因为现在很多自媒体都推出了自己不同的预测。我敢说一句话，即使是现在习近平他自己都不知道，为啥呢？这彭妈妈晚上说几句话，这名单名字有的就加上了，有的就拨了下来了，现在依然是动态调整，要一直调整1年。当然了，我有我的一些观点。那我认为至少5个标准是能够得出这7个人的名单的。首先，第一个，这个绝对忠诚到什么程度呢？能够没有自我，不当老好人，执行力经过验证的。你光嘴上说不行，写文章那都不行。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吹了老习多久没戏的。关键还是在事儿上，让你干脏活、累活、苦活，得罪人的你干不干？你干了，你就忠诚度就过了。你像那个袁家军陈敏尔干脏活的时候犹豫，这个不行了，已经被打入冷宫，边缘化了。那我们看看，除了这忠诚度第一那第二个就是逐级而上。大家知道，在这个改开后期曾经出现过2轮的特殊情况，就是中国的政治局常委通常来自于政治局委员的24个人里挑7个或者挑9个，你不能说从中央委员那200人里边再直接蹦上来，这种现象极少。但是改开以后有过2次破例，其中一个是邓小平时期他为了制衡这个保守派，把朱镕基从中央候补委员直接就进了常委，连越了2级。那第二个角色呢，就是胡锦涛，中央委员直接越过了政治局，啪，直接常委了。但那属于特殊时期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这个江湖斗法时期，也出现了习近平和李克强，当时他们都不是政治局委员都只是中央委员，越过了，啪，直接进了常委。那也是一个特殊时期，是什么呀？要打发掉老江的旧有势力。但现在我们发现，自从老习当政以来，这种事儿是越来越少了，没有什么旧势力了，都是老习自己提拔的。所以说现在基本上可以判断，这7个人就在目前的24个人里出现，这叫逐级而上。那第三个考量因素呢，就是防止某个势力做大，形成对皇上的威胁。因为老习干这么久他已经形成了这种用人的策略。给大家举几个例子，他第一任期的时候，把这个王岐山铁杆几乎是用到尽了，所有的脏活累活得罪人的全干了，纪委书记但后期只给了一个虚的国家副主席。第二，协助他笼络和稳定军心的原来的上将刘源，以为说怎么也得给个军委副主席吧，用完了就完了，军中势力你不能成为第2个合力中心所以说后期也就到人大政协就退休了。那这一说后期的一些人呢张友侠什么也都是这个路子，你只要形成威胁，无论多铁杆多忠诚你必须得削藩。这是第3个。那第4个就是能力与年龄，这岁数不能太大。因为老习明年是74岁了，如果他想成为一国的领袖，我说的这个领袖呢，不是自封的是自打心眼里那种崇拜，你必须得干掉什么呢？了解你底细的人，比如说跟何立峰一起什么 K 个歌至于说在歌厅干没干别的咱都不知道了，能了解你这些底细和短板的人
怎么能从心眼里崇拜呢？所以说老家伙们啊，通常这一轮里边就会洗牌掉，上来的至少差10岁。哎，我在你眼里就是上一代的皇帝啊，你不知道我那些糗事。第5个，最后一点啊，虽然说不是最重要的，也不能忽略，就是各派的平衡。总共这7个人的岗位，你不能把某一派都给得罪了，要不这些人啊给你找事情的。所以说这5个因素套下来呢，我得出来现在7个常委只有2个会留任，就是习近平和丁薛祥，剩下的5个都是因为年龄和势力太大的原因呢，要下来，甚至是挪窝。那我们看一下现在7常委谁有可能下去？李强68岁下来，他会安排一个新职务，一会儿我告诉你。赵乐际70下来啊，王沪宁71下来，蔡奇下来，有可能会挪窝。丁薛祥64留下，李希70下来，那谁会上来呢？这也是人们非常关注的。根据我的理解啊，至少有这5个人是风头正劲，包括他们未来的角色也是我个人的理解。首先，老习下一任74岁成为总书记。第2位含权量最高的是总理，这个应该是丁薛祥，他已经干了一任常务副总理了，扶正是正常的。李强呢，经济上干的不咋地 ，GDP 没达成目标，说明什么？该换个人搞搞新意思了。剩下的呢，副总理应该是尹力，因为必须得给国母留一个重要岗位呀。而这个常务副总理是干活非常累又很实，所以说尹力是不二人选。第3个，那就是负责党务的，毫无疑问刘国中有这个竞争力。第4个，负责纪委的应该是李书磊莫属，他本身是老宣传、老党务、老纪检，而且他有年龄优势，明年只有62岁，他干纪检呢是比较合适的。还有人大呢，应该是给了这个叫张国清，军工系也得留一个枝儿。第7个，政协可能是给陈吉宁的。当然有人说，如果从能力上呢，陈吉宁当个总理、副总理没问题但我倒不这么看他能力确实是在，但是中国的事儿光凭能力吗？谁没能力？混到那儿都不傻。但关键是什么呀？你是清华系的，清华系谁能让你当总理呀？这么重要的岗位副总理可能戏都不大，但是呢，你给清华系保留一枝呢，就去政协嘛。所以这是我预测的7个人的名单。那有人就问了，现在的政治局常委里是不是也有一些黑马？接下来我说，中国的政局不仅仅是这7个，实际上政治局委员里他没入常，但是他的含金量超过了常委。那我们再说另外3个岗位是谁？其中第1个叫做什么呢？政法委书记。原来人家就是常委之一只是后来被削下来的。但你能说刀把子不重要吗？现在的常委叫陈文清，他大概率因为年龄原因可能要去人大政协待着呢。因为他干刀把子，如果一直让他干就会形成一个非常顽固的山头，这不符合老大的意思。所以说他大概率要续职，留出的岗位给谁呢？要奖赏一下跟得比较紧的陈一新，就是现在的国家安全部长。那你怎么奖赏这个劳苦功高的王小红呢？王小红明年都70了没关系，你推荐你的继任者，公安部长用你的人，你看各方都有了一个交代。剩下还有一个岗位那就是国家副主席。有些情况下他要代表老习出访，作为这个主席特使，也会有这虽然没入常但是有隐性权利。有些人讲可能会给蔡奇我倒不这么看。这个岗位他大概率可能会给明年68岁的这个现任总理李强。李强适合干这个角色。那蔡奇呢？蔡奇也给你奖赏了，福建帮留了一席虽然没进常委，但是你的马仔陈一新可是掌握了刀把子。另外他大概率不会搬出东南海继续扮演栗战书那个角色。
用人的时候我也有隐形的推荐的权利，毕竟信任在这儿。岁数大了，体力不行了，当参谋嘛。最后排名第10的叫中办主任，现在是蔡奇，岁数大了，你必然教出来。以老习用人的规则，中办主任是中枢非常重要的岗位，但这种人呢，给你实权，但不给你名誉，你很难再入场了。至于说中办副主任提上去啊，还是哪个省委书记提上来呢？这个今天我也没法预测了。现在中南海的7大帮派到底谁赢谁输了呢？实际上每个方面都赢了。咱们来看一下，老习之外的原来的上海帮丁学祥担任了总理，然后呢，山东帮尹力，也就是太太帮担任了常务副总理，然后呢，来自西北的刘国中另外加上西北的李书磊，这也都是皇上老家的人。剩下呢，一个是军工系，一个是给了清华。那你说现在如日中天的福建帮去哪儿了呢？没入场，但是给了一个刀把子的角色，陈一新上来了，这也算有所安慰啊。这个韩全亮，你说他没有超过清华帮吗？另外这个浙江帮李强退而不休，继续担任副主席。你看各方都有所交代。当然了，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不一定准确。如果您有自己的预测框架或者有自己的名单，欢迎在留言区咱们共同探讨。明天见吧。